比特币要回到5万多吗？美国政府要卖出7万颗比特币砸盘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先看到比特币的日线图，我们可以看到呢，当前的比特币，我们有出现几个比较重要的支撑。我们在最底部的位置呢，大约在5万3、5万4左右呢，有比较明确的支撑。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说我们之前都有几次的插针跌破这个位置，不过以实体部分来看的话呢，我们在过往每次达到了5万4左右的价位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所反弹。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在5万3、5万4左右呢，白色线它是有一定的支撑在的。那如果我们再往上看一点的话，大约在5万7、5万8这个位置呢，还有个支撑。那大概就是这两个价位左右。我认为我们接下来的比特币呢，非常有机会下来测试白色线的这两个价位。因为我们的这波回调呢是肯定还没有结束的，那我们现在也不是在一波多头当中，我们现在只是在原本的震荡趋势当中，就如同我们之前有跟大家提到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当前的多头真的走得非常非常的弱，而且我们往上测试它一定是失败的。我们来观察一下，我们在之前呢，它确实是有机会来突破我们之前所走的下降的楔形。不过你可以看到呢，一个正常的突破，或者说一个健康的突破我们应该出现的是突破的时候，多头它是显得非常强势的。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多头它在突破之后呢，它花了10根 K 线它才上涨了大概10%左右。不过我们同样的价位我们在下跌的时候呢，我们只花了2根 K 线，我们就跌回来了，而且量能很明显是空头比较有优势。在时间上在量能上都是空头比较有优势，那可见呢，在这里就不是一波多头。如果说我们下跌的时候，它是一波正常的回踩的话呢，它一定会走得非常非常的弱势，量能很弱，然后回调的这个级别也会非常非常的小，然后它下跌的过程呢，它的 K 线呢就不会变得那么粗，甚至你说我们还回来2次，对吧？如果我们这是一个正常的回踩的话，绝对不会是走成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这一波的突破呢，它就是完全是失败的，是失败的。好，那我们再把这个级别呢，我们再切小一点点，我们切到4小时，我们可以看到从4小时来看呢，这个位置我们突破失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下跌之后呢，然后它并没有重新站稳在5万3左右的位置，然后我们又重新来测试下边界。我认为我们这个下边界呢，它随时都会再打出一个新低。然后目前来看的话呢，空头在4小时这个级别上面呢，绝对是要比较有优势一点点的。我认为我们接下来再往下测试到5万7、5万8这个位置呢，它的几率非常非常的高，甚至时间久一点我们还可以看到大概在5万3、5万4左右的价位。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很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的 WSOT 战队，目前加入呢就可以抽1000 USDT， 交易所出500，我自己也在出500，主委加码$1000，然后抽给大家。预计呢是会抽出10位朋友，每位朋友可以获得$100。那如果说你还没有账号的话，你 KYC 入金$100就送你$500的仓位，这真的非常非常优惠。你赚钱之后，这些仓位的你可以直接把它给提币走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太坊吧。其实比特币的话呢，我们在底部至少从8月5号过后呢，我们有测试底部2次，至少2次，你可以看到那我认为我们接下来呢，比特币是非常有机会再回来测试第3次的。不过它需要一点时间那我认为也不用到过于的贪心，因为其实我们可以从其他的分析方式呢，我们可以得出要把4万9这个位置重新跌破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或许我们再往下，可能如果没有黑天鹅的情况下4万8、4万9、5万左右，这里就非常非常有可能形成我们最后的底部了。那如果是以太坊的话呢，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大概在2000左右就相当关键了。你可以看到我们在2000左右呢，它有很明确的互换，然后也是我们趋势线的双重位。那以太坊的话，整体来说走的又要比比特币要来的更弱很多，弱很多。你可以看到以太坊的话呢，其实在我们这一波的回调当中呢，它已经来第3次的测试底部了你可以看到它的底部大概就在
2200、2300左右如果我们以实体部分去做计算的话，它其实已经来碰到了，然后我们现在也就在这个位置附近。那以太坊的话，它来测试的这个底部走得更弱势，比特币它也非常有可能来对底部呢去做几次试探，把这个底部给踩稳之后呢，其实对我们后续的上涨，它才是更健康的。所以其实踩底部并没有不好。那踩底部的过程呢，我们在碰到底部的支撑的时候，如果你有考虑加仓的话，如果你还有现金的话，这就是我们很不错的可以考虑去分批入场的价位了。那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当前链上的数据，黑色线呢表示比特币的价格，紫色线呢表示交易所整体交易所的比特币储量。我们可以发现当我们在底部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值得买入筹码的时候呢，交易所的这些比特币它就会至少在趋势上呢就会往下走，那就表示从交易所呢有人把大量的币给提走了。这个是我们在值得累积筹码的价位，它会出现的链上数据。那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我们当时在上一轮牛市，比如说几千到1万，比如说1万以下的这种价位，还有我们这轮牛市呢，基本上就是两个位置它出现了疯狂买入并且提币的这种信号。第一个就是在2022年的11月、12月左右，大概就是 FTX 那个时候，交易所有非常多的币被提走了。那第二个呢，就是在7万到6万左右这个区间，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走的这个震荡区，也有非常非常的币给提走了。你可以想象一下什么人会把他的比特币从交易所里面给提走？如果你只有几百 U、几千 U、几万 U， 你会把你的比特币从交易所提走吗？我相信很困难会把币从交易所里面提走到冷钱包，或者说到他的地址、私人的地址的人呢，他一定都有相当数额的比特币，他一定都有相当数额的资金。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如果说在交易所有很多人把币给提走了，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在1万以下的这种价位，还有 FTX 当时它都是有人去收集的筹码，并且把这些筹码呢提币到他们的钱包里面。那等到我们牛市真的开始加速上涨，尤其是到了很不错可以出货的价位呢，那这个时候就会有非常多币去从私人的地址提币转到交易所的地址里面来做抛货出售。其实以当前的币圈生态来说呢，是绝对脱离不了中心化交易所的。你要做买卖，大多数都还是要在中心化交易所去完成，流动性才会够。那当有大量的币被从冷钱包提到交易所的时候，就代表这些比较大的资金呢，甚至是金鱼他们要卖出他们的比特币了。尤其你可以看到我们后面呢，我们从大概1万多美金一直加速到6万美金的过程呢，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些比特币都从私人的地址充值到交易所里面，准备要出货。那我相信他们在充值的过程那比特币也在疯狂的上涨。那随后呢，比特币到达了他们值得出货的区间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开始慢慢给出货掉。你可以发现，那以我们当前的盘面来看呢，目前交易所的比特币储备量它还是在不断的下滑当中，就代表说在这个位置依然是有大笔的资金呢把比特币从交易所转到私人的地址。那就可以显示这个价位呢，虽然说它相比于1-2万肯定是差很多了，可是就长期来看呢，它依然是可以给你丰厚回报的价位。就这整轮牛市来说，那最后我们再来关心一下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美国要卖比特币的事情。由于美国的最高法院呢，已经把将近7万颗的比特币，69370颗，价值43亿美金的比特币呢，把这些比特币从私人判给政府去持有。那这些比特币就有可能被拿到市场上来做抛售。不过这些比特币的地址呢，都是有实时的监控着的。你可以看到这些币都被算进了美国政府的持仓当中。目前美国政府持有203000颗的比特币。如果说他们但凡开始卖了，只要有卖的迹象出现呢，
那我们就可以在图表上面找到迹象，然后我们就可以很实时的发布给大家。那以目前来看的话，他们有卖的可能因为现在这些币呢，美国政府它是有权利可以卖的，不过它会不会在这个时候卖，它会不会采取这种方式呢？这个我们就不清楚那在过去呢，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就是德国政府它抛售了价值35亿美元的比特币。你们记得那个时候发生什么状况吗？我们再回看一下当时比特币的行情当时比特币就在走这一段的下跌，你可以回去看在这一段，他们当时也是都是在 Gemini 里面这也是一家向欧美用户的交易所，他们就疯狂的抛售这些比特币，那就导致了这一波下跌35亿美金，这也绝对不是一段小的资金当时我们是最高到最低下跌了 25%， 那如果这一次是43亿美金的话，肯定这个影响要来得更大一点。不过他们会不会这么做呢？我们还是要观察一下美国政府的这些地址这些数据。如果它真的有卖出的情况的话，那我们要非常小心这绝对会是一波非常大的抛售潮不过目前他们只是有资格买不代表说他们就一定会卖那这些比特币都是从丝路上面去拿出来的丝路就是美国一个犯罪的网站在上面可以比如说买卖毒品枪支等等的，那都是用比特币去做付款的。就在2个月之前当时美国政府呢，它有转移了大概3万颗的比特币，它其中1万颗呢要转移到 Coinbase 里面那其实美国政府在前一阵子它也确实有卖了一些比特币，这确实是有的，那对市场也有影响不过如果说它这次要抛售这么多的情况下，如果有一点链上数据的征兆的话，那我们也一定会跟大家讲不过不用过于恐慌，美国政府可以卖，不代表他们就一定会把它卖掉。好，非常感谢各位。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